宇轩，10月份对于韩国来说，对于李在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日子。为什么 ？APEC 就要在韩国办。你看到他直接讲什么？全世界都要来韩国，甚至李在明自己拍的这个宣传片，好气派哦。结果现在气派完之后，韩国媒体根本不领情，他直接说什么？在搞什么？一颗电池就让数位政府垮台，甚至电池发达国家屡屡发生了落后的电池灾难。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它的资料中心烧掉吗？没想到烧掉之后，烧出更严重的事情，他们竟然没备份。没备份之后，现在全韩国就因为这个资料中心陷入了大恐慌了。赵和作为呢，曾经呢出席采访过2次 APEC 的人哦，我有资格讲这句话。李在明呢确实是有用心，为什么呢？你看他把这个排场啊、影片弄得好的，有 Korea， 有 Peru。有 USA， 他把各个国家的国旗呢都放在这边，但是李在明呢非常的谦卑，非常的低调，他人站在下面，作为一个引航员说：“来这边 ，Welcome to Korea， 来哦，他在帮大家引航，结果没有想到的引航着呢，引航到了自己的澳处呢，归根处哦，弄修料烧掉了。哎，对，很尴尬。”因为现在韩国出现一个状况，他们数位政府仰赖的是在大田里面的有一个叫做资料中心的地方，就是资料中心里面的资料呢，因为一颗锂电池整把火都烧掉，换言之，他们的居巢归空，黄国昌低潮很满，然后韩国的居巢是0，很惨。所以现在保守派来批评说，你搞什么东西啊？哎，你一个数位政府怎么会这样就烧掉了？以前明明就有什么有卡卡啊，卡卡那个时候8年前呢，8年前就是因为电池烧掉了，你还没汲取教训吗？怎么现在又发生，而且发生在政府身上？与此同时，《东亚日报》讲更难听，说，这是落后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他说韩国是落后国家。对啊，你怎么会去发生这种尴尬的电池灾难？所以来各位，我们带来看看啊，到底这整起灾难发生在哪里？它其实在9月26号，晚间大概8点左右。那韩南韩呢有一个叫做国家情报的资料管理中心哦，你就想象它有一个政府部门，超级宇宙大居巢。那这个居巢要干嘛呢？也就是所有部会的员工，包括他们的公营系统，自己的电脑不能储存资料，因为呢保密防谍，怕被呢渗透或者怕被入侵，所以资料全部都要打到这个居巢去。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居巢它那时候又刚好，它旁边放了一个锂电池，它其实是类似不断电系统。对，那它就是在进行更换。就更换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不想让它停下来，所以呢，它是在通电的状况下，用不断电系统状况下开始去推，把这个资料系统呢做移动、做更换。就没想到更换电池的过程当中呢，啪！刚好有一个锂电池出状况，有一个锂电池烧起来了。对，而且原本你知道它的规格是怎么样吗？原本它的规格它其实有摆放，也就是说它的距离大概是要我们讲的90公分左右，就没有想到呢，它那个刚好只摆放60公分。对，所以60公分呢已经违规了。违规之后一烧之后呢，规间会转波动修料反应，对，炸掉了。好，各位，然后你知道烧多少吗？不多啦。858 TB， 讲到这边很多我们讲男生眼睛都会炸一下，想说这么多怎么那么可怕？而且你看他说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云端储存都在这个居巢被烧毁，导致全球19.1万名公务员工作文件全部丢掉。好，那我是不是要跟你讲公务文件1 TB 大概26亿的 A4 纸张，所以你知道他总共丢了多少吗？不多啦。2.23兆 A4 纸张，修料23兆，全部的文件都不见了。而且呢，你知道为什么他丢在这个居巢吗？就是保密防谍嘛。那居巢烧掉之后有没有备份呢？当然没有啊，不然为什么保密防谍？所以他们全部的文件因此这样全部都不见了，一把火都烧光光了，高达647项业务，各位这都是官方的对，不是私人的对，全部都停摆。所以你知道吗？他最后面因为烧掉之后很多已经没救了。96个没救了，对不对？那551个呢？温度问题呢？赶快去把它切断掉。等于说有烧掉的部分，那有些是温度太高，有些是直接切断掉。所以他们现在即使在弄，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比如说第一个，邮局。韩国是很仰赖国家机构的对，邮局直接停摆了，所以代表说你的账务啊、金融啊都没有办法清算，甚至还有房地产交易也因此而停摆。还有人那种我们讲的移动身份证也不能用，机场港口也不能用。还有更惨，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刚好我们讲的他们要去订这种我们讲礼盒类似这种几千份的礼盒，因为节庆快到了，他都不能订。对，已经订了但是现在不知道发给谁啊，都没有资料了。那月饼做出来了，都堆成山啦，本来要发啦。那现在不知道发给谁啊！我现在月饼摆到烂掉了，所以他现在最惨在这边。所以你知道吗？韩国整个现在是一团乱。对。那你知道烧掉了，偏偏又是。而且你看到李在明吓死了，现在跟全国人来道歉的。对，这面如槁灰必须非常沉重的向社会大众的道歉，因为爆发这么严重的事情，而且影响到整个韩国的民众。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
中秋连假、韩式糕点全部瘫痪了，现在呢没办法出月饼，只能流下眼泪。这些糕点全部拢怕剩，全部丢掉。高花莲的本东赶快，告可怜的。中青南道一家海苔店，他也知道说，我们火灾也是接到一堆订单呐，现在也送不出去了，只能全部都取消，损失220万元哦，这都是民脂民膏。但更惨在这边，连死人都不放过，真的假的？对，因为他们原本大学有这个殡仪馆嘛，那他们的规定就是说呢，你今天确定要火化之后，我医院才会把这个大体遗体给送过去，结果没想到呢，因为连火化的资料都没了，所以到底现在要烧谁呢？要烧哪一个也不知道，所以最后面呢，全部都卡着。全部你就停在医院的那个太平间。为什么韩国人这么气？因为明明2022年那个时候，锂电池导致呢他们的卡靠就是跟我们的赖一样。你想想看，各位啊，如果你的赖呢，因为跟你讲说，哇，不好意思，我们伺服器烧掉了哈，所以要停用大概2个礼拜。我跟你讲，全台湾绝对大宕机。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工作呢，很多私人的东西呢，跟很多的联系呢，都是用赖。但他们当时是卡靠这个公司，卡靠直接当掉了。那你就想想看，问题多严重，而且更惨在什么？发生火灾的地点叫做亚洲矽谷。也就是他们的大田。对。那当时呢，韩国是打造这个大田，它有所谓的6大领域，想尽办法要超英赶美，等于说我把这个大田这个区域呢变成是像矽谷一样，甚至都是韩国最好的学生呢才会来到大田这边的科学园区以及相关的学校呢进行工作。这个学校就叫 KAIST， 也就是韩国的国家级的研究以及发展学院。对。结果没想到，你知道怎么样吗？这些人原本甚至连当兵都不用哦，等于最精锐进出的地方哦，就没有想到你今天资料中心烧的地方就在这边，就在这边。那我就请问一下，这些人情何以堪？而且这些学生他们本来都很讲，你知道多厉害吗？我就举随便一个例子好了。你在看电影里面是不是有看到有那种 X screen？ 你知道 X screen 是什么吗？就是说3面哦，全部都是荧幕哦，你就可以看到很立体这样子。那韩国人发明的，他们甚至说，哎。我那个 iPhone 的发明都是捡我们神送不要的，当然自己已经操多嘛，不一定是真的，代表说他们对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所以它根本就是韩国最重要的心脏，结果心脏都烧了，是烧给你看的。对，而且这就是新瓜丢会，就是讲这个标准的哈。但是现在你知道更惨是什么吗？台湾，他们现在一直看到自己的，我们讲这边也衰，那边也倒霉，然后台湾一直在起飞。他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南韩的6倍多，是台湾崛起之年，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韩国人讲的哦。好，看全部都可以听看过了，他就讲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南韩的6倍 ，OK， 是东亚国家目前最高，与南韩几乎是2样齐，所以台湾翻转了，但南韩呢还停留在这边，所以你看到这是它的经济成长率，台湾是这一支的，对，红色的5.1%。5.1% GDP 大幅度调整，那南韩呢0.8%，然后呢平的还是0.8%，所以今天韩国人看到这个气死，3.3到5.1的时候啊，我们呢，我们是平的。对，所以这时候他们不禁会好奇一件事情，说，哎呀，你这个李在明一直要带我们领航，你到底要领去哪里呀？终于有好消息了，李在明说没有，可是美国要帮我们来哦，真的哦。OpenAI 是不是来了？李在明在这边嘛？对，特别把这张照片秀出来，三星也在嘛 ，SK 也在嘛，就他跟你讲说我们要打造星际之门，然后美国说好啊，我会投资你们。原本应该是起司一桩，对不对？就是他跟你讲说啊，但我们只投资一个项目，叫 HBM。就是超高频记忆体。对，但你反观呢，这不是我，这是 Tom's Hardware， 它是一个重磅的我们讲半导体的意见。他就讲说，这一次的秘密会议呢 ，OpenAI 奥特曼还有见到台积电的厂商。对，奥特曼是先来台湾找了鸿海，找了台积电，结果再跑去你韩国，你夹道欢迎他，结果这一篇报道讲非常明白，就是这一段话，台湾的会议可能更重要，所以你夹道欢迎没用啊。最重要都在台湾了。那我讲句实话，赵尔，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等于是跟台湾谈妥的时候，我需要伺服器跟资料中心里面，因为 HBM 是我们讲的未来的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等于说 AI 电脑里面一定要有 HBM。它等于说我把主核心架构呢，我的心脏我的身体搞定之后，我再跟你讨论说你的肝脏可不可以卖给我，它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当然，你如果按照看目标需要数十万颗台积电跟鸿海，台积电干嘛做心脏的？鸿海干嘛做机壳的？最大的供应商，但很显而易见的，美国没有愿意要把这个饼分成2块，基本上呢就是单一重注压在台湾，而你唯一做的呢就是吃边绞肉。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就论理的话，韩国真正的专家看到这怎么高兴得起来？当然知道李在明在吹嘘嘛。韩国人也难怪他看到资料中心烧掉，他们烧完非常气，他们警觉一件事情，在 AI 的领域里面。他们要落队了，对，因为赵尔他们那个所谓的我们讲了大田对不对？它其实是韩国的唯一的希望。什么叫做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大田，包括它过去它会在最前端的科技里面进行研究。比如说，好，我现在讲到了机器人
机器人也是他们大田研发的，机器人很多关节手脚，他们与世界拥有的专利非常多，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原本连陈村最后的希望本来想说跟台湾 PK， 最后的希望都被你一把火给烧了，恐怕这把火也会烧到李在明身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